对于那些渴望踏入我所涉猎的科技和创新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们，我想分享一些基于个人经历的建议。首先，勇敢地申请加入像 SolarCity、Tesla 或 SpaceX 这样的前沿科技公司。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进入这些公司，不要气馁，还有许多其他同领域的公司，或者你也可以尝试走上创业的道路。回想我和我哥哥最初创立我们的第一家公司时，我们并没有选择舒适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租住在公寓里，而是选择了一个小办公室，白天工作，晚上在沙发上休息，甚至去 YMCA 洗澡。我们只有一台电脑，所以白天网站运行，晚上我才能编程。我们每周工作7天，从未停歇。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但它教会了我们坚持和牺牲的重要性。在工作和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你需要投入极大的努力和时间。如果你愿意比别人多付出1倍的时间和精力，你将会获得更多的成就。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工作时长上，更体现在你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和对每一项任务的专注上。在我的生活中，最令我惊讶的事情是，我从未预料到自己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一直对科技充满热情，但在最开始，我甚至在 Netscape 等互联网公司找不到工作。这种失败并没有阻止我，反而激励了我走上了创业之路。在你追求创新时，记住不要仅仅依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首要原则分析是一种强大的思考工具，它要求你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而不是简单的依赖过去的经验或类比。这种方法将帮助你发现那些被忽视的机会，开创新的可能性。此外，无论你是选择加入一家公司，还是创立自己的公司，记住要重视团队合作。一个优秀的团队能够汇聚不同的才华和视角，共同解决问题，创造创新。在团队中，每个人都应该为共同的目标和愿景而努力。我想对每位年轻的追梦者说，不要害怕挑战和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保持好奇心和学习欲望，永远对新知识和新技术保持开放的态度。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所以，拥抱变化，迎接挑战，勇敢地去实现你的梦想。记住，这个旅程同样重要，它将塑造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带你走向更伟大的成就。在创业或加入一家公司时，最重要的是理解公司的核心不仅仅是其产品或服务，而是背后的人。人才是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因此，无论你是加入一家公司，还是自己创办一家，寻找和吸引那些与你志同道合的杰出人才至关重要。一家公司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的能力、热情和协同合作的能力。一个由多才多艺、努力工作、能够集中精力并协同前进的团队组成的公司，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创业的道路上，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知识或商业智慧，更重要的是拥有无畏的勇气和对挑战的坚持。面对外界的怀疑和不确定性，你需要坚持自己的愿景和信念。就像我在创立 SpaceX 时一样，尽管我知道成功的几率非常低，但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前进。这种无畏并不是因为我不感受到恐惧，而是因为我相信某些事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恐惧本身。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那些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敢于走不寻常路线的人。这些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疯狂的，但在这种疯狂背后，往往是对改变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渴望。当你开始创业时，你可能会面对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嘲笑，但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坚持自己的愿景。同时，勇气不意味着无视风险。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合理评估风险，做好充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你应该愿意承担风险，但这些风险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计划的。这种对风险的理解和管理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最后，我想说，每一位有志于创业或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导者的年轻人，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失败和挫折，
但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学习和探索，坚持你的愿景和信念，最终你将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都可能会面临存在的危机，这时我们开始质疑一切的意义和目的。我个人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在深入思考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扩展世界的知识，拓宽我们的意识范围。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并且变得更加开明。这不仅是一种成长，更是我们理解世界和自我认知的关键。在思考驱动我的力量时，我发现我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想象一个我们正在努力打造的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期待的明天，这种想法是我不懈努力的动力。这也是 Tesla 和 SpaceX 背后的基本原则。我坚信，加速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和实现生命的多行星生存，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象征，更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负责。对于每一位年轻人，我想说，现在是你们冒险的最佳时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可能会限制你的选择和冒险的能力。因此，在你肩负更多义务之前，抓住机会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无论是职业选择、学习新技能还是创业，都不要害怕挑战现状。这些经历，无论成败，都将是你宝贵的财富和成长的一部分。我鼓励你们勇敢地面对未知，追求那些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追求这些梦想的过程中，你们将学会如何应对挑战，如何在逆境中成长。记住，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我们做过的事，而是那些我们没有勇气去尝试的事情。因此，不要害怕冒险，勇敢地追求你的梦想，创造你自己的故事。这样的生活，无论结局如何，都不会让你后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重温 SpaceX 的火箭着陆，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呀！你知道吗？以前火箭发射完了就只能一次性用掉，就像买了个超贵的东西，用一次就得扔。但 SpaceX 改变了这一切，他们让火箭能够重复使用，这可是航天史上的大事。那次着陆真是太震撼了，火箭从太空返回，垂直着陆回到地面。我记得看直播的时候，心都快跳出来了。那火箭像是从天而降的巨型铅笔，慢慢地、稳稳地降落下来。当它安全着陆的那一刻，整个控制中心爆发出疯狂的欢呼，那种感觉就像是看到不可能变成可能一样。这个壮举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对未来太空探索的一大启示。它意味着未来我们去太空的成本会大大降低，这可是开辟了探索宇宙新篇章的关键啊！想想看，这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胜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潜力和未来的可能。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接下来，让我们重温 SpaceX 火箭的精彩时刻。VC 开始推出汽车蓄积作物，确认您已准备好引擎冷却，30秒后作物即可进行发动机冷却。航天器影内部电源 LCLD 建成发射。在过去1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工程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它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我认为 SpaceX 会尝试这样做。但可重复使用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你已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入大气层。你必须将火箭发射到超音速气流中，以速度展开起落架并着陆。
然降落在德克萨斯州了。惊人的，那太疯狂了。如果他们具备将火箭从太空降落到地球的能力，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火星上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板上有一只猎鹰，这是我们第2次看到第1阶段的回归。LC 2个大边助推器添加达阵领先操作员，继续到恢复1和恢复2大约100。第2阶段 AFTS 在这里拯救了321人，识别、升空、电力和遥测新颖。第1个是主引擎 Cut Off 或 Miko， 那时您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的9个 Merlin ED 引擎将在阶段分离前不久停止运行。阶段分离确认。对于第1级，它重新启动引擎，自行翻转，整个第1级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并慢慢返回。为了在大西洋上的一艘无人驾驶船上着陆，着陆壶已经部署，猎鹰9号已经着陆。重要的是，这是21世纪航天器从头开始的全新设计，这是一个新的设计。显然 SpaceX 做得非常好。本世纪的飞船不仅仅是美国的，这是国际合作，全世界其他人都有机会乘坐这把螺丝刀，所以这是一个新时代。这辆车绝对就像生物一样，所有的管道都还活着。我真的记得发射的那天早上，他们到达了停机坪，嘿，这辆车还活着，正等着出去。你可以听到那些声音，就像野口秀一说的那样，这辆车还活着。10秒后出现，我们将会听到 Dragon 进入倒计时， Falcon 9进入 Start Up 43210时，点火力和弹性上升，甚至重力也不包含人类。当我们作为所有人一起探索时，我们距离快速连续发生的3个快速事件只有1/2分钟的距离。我们将切断主发动机，9个 Merlin 发动机将降低油门，然后关闭。我们将进行极分离，然后点燃第2级发动机，极分离控制。你会看到阶段分离已经确认 ，MY 发动机就这样消失了。第2阶段，载人1号现在正在前往国际空间站的途中。像这样部署的着陆，我相信我们已经在无人机船上着陆了。我们的第1阶段已经在无人机船上着陆。欢迎登机！载人龙飞船的韧性 Victor Shannon Suicide 和我很高兴在我们前往国际空间站和龙飞船的旅程中陪伴他登上飞船。SpaceX， 我们看到了风景，谢谢。
太奇妙了。我认为，即使是航空航天行业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就像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正确的提出问题一样。但一旦我们能够正确的提出问题，答案就是，我不会说容易，但答案是我的意思是退出。来吧，这太棒了，但是太疯狂了，对吧？就像这永远不会真正发生。不，这肯定会发生，这肯定会发生。